西元178年，创造了自己的中央大学洪都门学，意在与太学抗衡，并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在太学里，生言可以和讲经博士探讨和切磋问题。同时，东汉政府对太学非常重视，选拔人才多出自太学，使得太学盛源又朝着学优则仕的方向发展。在考试方面，先以是否熟练一门技艺作为选拔前提，依成绩高低分配职务。汉平帝时进行选拔考试，甲科40人为郎中，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40人补文学长顾云。透过选拔人才进入政府任职，提升了士族阶层的地位，更激发了学子的学习兴趣。东汉后期，由于学生掌握的技艺科目增多，选拔方式又改为通过年底考试，按成绩高低来录取人才。东汉时期，太学学生参与政治的途径越来越多，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学生运动，也多次与宦官集团发生冲突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太学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，二是学生逐渐成为在野的轻易主流，辩证成为应用知识的最佳途径。两汉时期，国家教育管理机构逐步改善，中央设置太常监管教育，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实施办学之后，地方学府兴起，由行政长官监管。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，同时兼顾六艺，在词、赋、画、书等方面也有所涉及。私学虽然没有太多发展，但在教育模式上与官学相近。幼年时以识字教育为主，少年时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，青年时以研究和应用为主，基本和官办学校的教授内容相同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丧乱洪多，政局动荡不安，官学逐渐衰落，士族阶级转而从老子、庄子和周易中寻找思想依靠，形成了玄学清谈的风气。嵇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除了官学外，不再以儒家经典为主，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。有人提出超民教、任自然等观点，不再拘泥于师从一人，也不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，讲究清静无为。同时，地方私学兴盛起来，凭藉住朝章宽简、政网疏阔的环境，私学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当时的情况是横经授业之路，便于乡邑，富集从宦之徒，不远千里。教育模式也朝着家族式、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，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。随着士族家庭人数增多，逐渐形成了士族势力。士族家庭教育不再以儒学为主，也兼顾玄学及博弈、书算等方面，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，教授的知识面也逐渐变广。此时，民间多学习经学，而贵族家庭则较倾向于诗、书、招仪等方面。有些家族则世代只精通一门学问，如历史、礼仪、琴棋书画等。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。公元220年，曹丕即位后，听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，实行九品官人法及九品中正制，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大小中正官，由中正官依被选士人的家族出身及才学来选拔人才。由于这种选拔制度更重视家族出身，而不重视个人才学，所以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的上层式选拔模式，遭到了世人的诟病。隋文帝开国后，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，设置4祭9，专门管理教育，并配备博士、助教学等充当老师。国子寺下设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算学、书学等专科学校。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，教授法律知识。隋初，学校系统发达，学生众多，但培养出的人才却很少。隋文帝于是下诏废除天下之学，只保留国子寺这一所综合式学校。后来，国子学改称太学。隋炀帝以后，国子寺改为国子监，并在地方设立祥、叙等学校，教育规模逐渐扩大。然而，由于隋炀帝喜好发动边境战争，战事不断，学校教育最终流于形式，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。隋炀帝大业2年，公元606年，开始设定进士科，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，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。但由于创制之初，规则尚不完善，考试内容、方式等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所以对国家教育并未产生重要影响。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与发展的重要阶段。唐高祖建制后，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，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了弘文馆、崇文馆2所贵族式学校，地方设立州学、县学。唐初，国子监的学生已经有3000多人，皇帝、官员、外交使节都会来学校进行讲演和学习听讲。除了教育科目繁多之外，
唐高宗也命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，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。学生的教育年资不等，有3年的，也有7年的，依科目分别完成学业。学生来源也摒弃了魏晋时期只看重出身的陋习，不分贵贱，唯才是举。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段时期完善。公元702年，武则天还创设了武举，选拔武术人才。唐朝后期，韩愈提出要依照人性的不同进行因材施教，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。唐朝教育随着国力的强盛，逐渐发展成国际教育。高丽、新罗、百济、日本、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生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。根据统计，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在校人员达到6万多人，各科人才辈出，专科优秀者也可为官，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。唐朝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。国子监设置祭酒1人，是最高行政长官；设置司业2人，协助祭酒掌管邦儒学训导之政令；设置丞1人，督导学生学业；设置主簿1人，负责文书部籍，并掌管印监。抚州县学的学生由长史掌管。国子监设有博士、助教、执讲等，主管经学教授，老师多由社会名流、政府官员担任。弘文馆是主要的生源地之一。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1品以上官员的子孙。国子监招收文武3品以上官员的子弟，太学招收5品以上官员的子弟，四门学招收7品以上官员及卢人中才学优异者，律学、书学核算招收8品以上官员的子弟，并兼收社会上的专业人才。在级别上，弘文馆、崇文馆最高，国子监次之。中央学校的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的人才，地方官学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。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，平民入学的称为俊才。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，入学时间也不相同。毕业年资分为6年及9年2种，依学习科目来划分。官学分为巡视、岁考、毕业考3种。巡视即每10天进行1次考试，考试内容为背诵与讲解儒家经典。岁试即年中考试，考试内容为年内所学的所有课程，分为上等、中等、下等3个分数线。下等未不及格，需重新学习，不及格3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，累计至9年仍不及格者，令其退学。毕业考由博士出题，国子监祭酒监考，各学学生能通2经者，平民能通3经者，才有资格参加考试。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上上级学校学习，直到升上太学、国子监学习。宋初，皇帝采取崇文轻武的政策来缓和武将谋国的压力，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。这项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。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，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，重用儒臣，实行儒臣执政、以文代武的政策。宋太宗以后，提倡用文德礼治，尊周孔之礼，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，同时注重佛道思想的作用。宋仁宗时，下诏周县办学，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。北宋时期共发生了3次兴学运动。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4年，公元1044年，即庆历兴学。这次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，具体内容包括在州县设立学校，扩大太学和国子监的规模，增加讲经博士的人数，规定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考试内容改为策、论、诗赋3种。但由于运动的组织者范仲淹被罢免官职，这次兴学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了。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4年公元1071年开始，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，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议。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3个等级，即所谓的3设法：下设成绩优秀者升中设，中设优秀者升上设。熙宁4年5月在地方设立官学，拨学田，设小学。